好，我们看看前面这位是谁呀？小叔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那我们去那个公园吧。行啊，可以啊。我对这里不熟，我先看看地图。好，现在我们都在汉堡，两个人在汉堡。对，我们到那个公园里面去坐一坐，坐一坐啊，不受打扰比较好。是。我们现在德国的汉堡，我现在跟小叔在一起。哎，你好。因为他这次来欧洲嘛，所以他现在德国，然后我们就约定看看能不能见个面，因为这样我觉得挺好的，终于可以见面了，对吧？是啊，早就已经认识你了，但是一直就没有见过面，都是错过了。其实我还是小叔的一个粉丝，因为呢，2019年、2018年我自己没有运营我的频道之前，那时不是有一些时间嘛，应该是推送给我的，然后呢我就看了，因为当时我是主要是看你那个同志方面的那个频道。然后我看了不少，比如说什么法海呢这些啊，小四川这些人物我都还知道。小叔，你这次是来长期的，相当于旅居来欧洲，对不对？怎么定义旅居呢？我觉得就是你这次来多久？我现在已经2个月了吧？快2个月了。然后因为我们签证是有期限的。3个月还是多久？给的我的是半年的，然后这个半年里边最多待90天，然后是2月份就批下来，所以现在到7月底我就要离开，然后下次再签，然后再过来。你刚好还有1个月。但是我比旅行者要多一点时间，就是我在每个地方都待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体验一下深度一些，对啊。我跟其他的游客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会认识一些在这边居住了很久，包括像您这样的，我去深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国家啊、这个地方啊，它宜居不宜居，还适合不适合，它这个我具体是怎么样的，深度体验一下。你是6月份出来的还是5月？对5月你首先是到英国去，好像我看到你 对吧？去英国在英国待了多久？待了小1个月吧。那你在英国待的是最久的，是吧？差不多。对，要按国家来说，对，因为英国这个地方也确实是挺好的，这是我去这么多国家里边，我个人感觉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而且让我非常的开心的，给我情绪价值很高的一个地方。对，那英国也是你去所谓西方国家的第一个，是不是？差不多，对。你之前主要是去东南亚、亚洲，对。因为我当时我知道你去过，比如说什么泰国啊、马来西亚去不去过？对，不知道。去过。然后就到英国来了。然后你到了哪些国家？目前为止就是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有德国。可能未来接下来还去哪儿呢？我可能时间不多了吧，去东欧的某一个国家吧。你去我看你说去西班牙，你去了哪里？因为我对西班牙我还是蛮熟悉的，我觉得巴塞罗那然后塞维利亚，还有去了那个马德里，还有周边的一些小地方，然后就这仨。他们农村地区你没有去对吧？农村地区就是转了转，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小镇吧，叫什么新琼吧，那个也不算是农村吧，就是转了一下。然后葡萄牙呢？你去了什么地方？葡萄牙叫波尔图里斯本。然后你就到什么荷兰这边？阿姆斯特丹，对。那我想知道，你来德国为什么你选择比如说不来梅这种并不是什么热点的地方？你应该有网友在这边是吧？对，有一个也是认识很多年的，不能算是我的观众，他是也是认识多年的一个朋友，他是在不来梅周边的一个地方住着，然后说那离他最近的就是不来梅，我们现在不来梅见的面。对，不来梅离汉堡就很近，对吧？对，这是第2大城市是吧？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是第2大，第3大是慕尼黑，然后第4大就是我住那个城市叫科隆。慕尼黑是第3大。对，你这次你就是在柏林，然后就去别的国家了，是吧？应该是差不多，就是。我作为老德国，我是觉得有点遗憾，因为精华的地方，我觉得你没有去到。那在哪儿？虽然柏林也是一个它首都啊，但是呢。
我认为如果是你要看什么风景啊这种，还是要去慕尼黑以及阿尔卑斯山里面，那的绝对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慕尼黑呢是德国是它的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但也是最贵的城市。最贵，对，对我也比较对慕尼黑有一定的憧憬，想去，但是可能时间上不允许了吧。那可以有下次啊，对吧？对对对，下次再说。因为我知道我看过你不少的那个节目啊，我发现就是去年是前年的时候吧，好像你讲了蛮多移民这个话题，然后比如说泰国啊，还是马来西亚，是哪个国家移民更好一些？我的想法就是当时我从你的谈吐啊，我觉得可能因为你对西方不是特别了解，对，所以我认为你对西方可能有一种憧憬吧，就是可能你想象的也许比现实更好，所以这次呢，我觉得你过来。自己用亲眼看看，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行动。对，是我以前可能就是不了解这边是什么样子，但是来了以后，有让我感动的地方，也有让我这个失望还是失望的地方。对对对，感动是什么？先说正面的吧。就是我到了英国，然后看到了有一些地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触景生情，我就流泪了。啊，真的是这样，突然就哭了。对我就是看到那个景色吧，就是它那片绿啊，太美了，是吧？这边还要好修剪的草坪啊、园林啊什么的，对，让我感觉到，哎呀，真是特别美好的，就像在梦境里边一样，我像做梦一样，感动的哭了。但是他们说只是夏天好啊，你冬天来的时候，是的，你可能就而且你是最美的季节来，因为5月份它刚刚春暖花开，到处都鲜花绿草，对吧？然后大概是10月底之后呢，天气就变坏了，11月就肯定是不好了。你继续吧，我不想打扰你，打断你。你说还有就是看到很多的流浪者在那个城市，我记得到伯明翰的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的老工业城市就特别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就是它的市中心，我大约是8、9点钟的时候，在晚上回去，打算回到我的住处的时候，就看到街上有很多的人，就是让我感觉到挺有危险的那种，就是好像就是我说不好是流浪者还是在进行一些毒品交易的人啊，那些人，然后就让我感觉有点害怕，我就赶紧加紧步伐往回走。在公交车上我也碰到了一幕，就是有人在吵架，有人在发很大的声音，在摔对方的手机，好像是他们2口子还是已经暴力了。对呀，我就没敢回头看，知道吗？我就一直往前看，因为我坐在最前面，我看那车的前面景象。然后我就想起以前说的，就是市中心的地区往往是比较乱、比较混乱。为什么很多有钱人会住在郊区、住在外边，是吧？买一辆私家车，然后可以到处去开啊，去到哪儿去旅行啊什么的。这个对比反差挺明显的，就突然有一种感觉，也是为这个而流泪吧。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确实是现在太大了，不只是在中国，而且我觉得我很感恩现在我的生活，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长大的，我没有经历过一些很大的波折，你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些，哎呀，反正就是触景生情嘛。我现在能理解很多人为什么他们会愿意主动的去帮助那些穷人。流浪汉、乞讨者是吧？我刚开始我不理解，因为最早我记录牡丹园的时候，看到那些没有钱的人，我记录下来他们，没想到好多人去为他们捐钱，就是给帮助他们、资助他们，然后后来我就很难想象，因为中国现在对于这种流浪汉，他没有这种帮助的那个意愿吧，而且他们确实是拿了这些钱以后，他们没有做这个。该做的事情，他只是拿这个钱去挥霍了，买酒了，买衣服穿啊，他不是用这个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为自己长远去考虑。你是说这些得到救助的这些人还是怎么样？就是挥霍掉了。对他们自己本来得了钱，但是挥霍掉了，对，没有，就是他们没有计划，没有打算，没有打算，他们只是活在当下。我觉得挺可怜的，那就是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怜之处呗。对，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很美好了，对啊，所以我挺满足于现状的。说实话，我没有什么不满，我对这个对整体来说，我还是觉得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挺可悲的。对啊，你看了之后有对比了，对吧？反正我是这样啊，而且我打断一下，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非洲的、南美的一些很穷的国家，所以，即使我在中国就觉得像天堂一样，可能你现在的那个这个感想没有我那么深刻，也许啊，对，因为你见到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对吧？就没有那么凄惨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很少抱怨，我就觉得投胎是门技术活。我打断你了，刚才你说美好的东西，你说了一件啊，你就说那个景观那么好，然后你感动的哭了。还有呢，在英国的时候，英国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啊，对，其他的方面的美好，我可能还需要慢慢的去体会吧。就是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同志方面，他们就是很包容啊。现在彩虹旗到处都可以去悬挂，然后对 LGBT 这个人群比较的友好。对，因为现在中国怎么说呢？虽然说你可以在私底下你做什么啊，谈恋爱啊，找对象、找男同伴啊都没有问题啊，国家也管你这些，检测呀什么的，艾滋病的控制啊。但是呢，在公开场合，你是不能谈论这些东西，不能宣传，不能谈论，甚至连彩虹旗也不能悬挂。对，因为我的朋友有悬挂出来这个彩虹旗，后来被找麻烦了，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个人个性的这种同性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天性的解放，它是一种很好的释放吧，很好的一种表达，对吧？而且像现在又有骄傲月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同志人群的话，在西方这儿生活的话，我觉得还是表里如一吧。像我们很多国内的朋友，我不敢跟家人讲，不敢做双面人啊，对，得做一个双面人。我不能说这种人他不是好人，但是我觉得他被逼迫，很累，对啊，很累。到这儿你就很简单、很直接，就是人的一生就是很简单的活着，这是最好的，对不对？不用去被迫做双面人，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吧。就是这个优点方面的，我觉得是这样。那你作为 LGBT 中的一员，然后来到这么自由的地方，就是在同志方面自由的地方，那你肯定会去体验一下当地的 LGBT 的生活啊，什么夜店之类的，对吧？对啊，体验了，去了几个酒吧吧。桑拿也去了一家啊，英国是哪个地方？没有，就是那个同志小镇的桑拿。当然，我们几个朋友去的，没人那时候。哎呀，去早了。你应该是去越大的城市，其实越好。比如说，你到巴塞罗那呀，或是伦敦啊，还有阿姆斯特丹呀，其实都应该去这种大的地方。大的地方我就去的是那种酒吧，它的酒吧也有那个叫什么 cruising spot， 就暗示那种，对吧？有好多小黑屋也可以在那儿去做一些事情。对，国际交流，我没有交流，但是我觉得挺开放的吧，这个很难想象的。对，在国内的话，但同时我也看到，就是说在一些英国还好，但是在一些就是其他的国家里边的这个可能还是国际交流的成分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还是可能我们这种亚洲人相对来说会比较边缘化一点。有这样的倾向。对可能还是自身的条件没有那么好，除非你是很年轻的小鲜肉，很漂亮的那种，就比较受欢迎。相对来说，我就扯开一点话题吧，就是在欧洲这边啊，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黑人比较受欢迎在同志当中。我听说了因为同志嘛，特别是有些人那个群体，他是比较喜欢那个东西比较大一点的啊，比较强壮一点的，估计是这样吧。包括我自己，我也说实话，我也对黑人也不是很排斥，我绝对不排斥。你体验过吗？喜欢去交往一些黑人，没有呢，现在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是一方面，对。
还有就是没有时间，现在因为时间还是太短。要给自己创造机会啊！你还在德国还有机会啊！啊，对，你看你来到了欧洲，刚才说了，好的方面你就感动的哭了啊。然后呢，你觉得不好的方面也是看到很多人，有些人有像街友啊、流浪汉，对，然后就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问题啊？我就是来这边，我怎么感觉欧洲的公厕那么少啊？就真正的免费的是真的少，真的少，因为这个基本的生理需求嘛。我就是想，有时候老是憋着尿。他们说你可以去什么餐馆里边，或者去什么咖啡厅里边，你消费一杯咖啡。我也去了，但是我真不太喜欢老喝那些咖啡，而且这个成本，你喝一杯就要几欧元，这样成本加起来就高了，对吧？对。我认为啊，就是你说的完全对。这边呢，一个是这个公厕特别少，如果有的话，它要收费，在德国是收费的。对，是收的不便宜，有的地方1.5欧元。对，是大概是这个价格。然后我听说在巴黎2欧元也有，现在有的地方收5欧元。就看你人，它特别黑。这边呢，公厕很少，真的。然后你去什么麦当劳里，好多地方有的都带密码锁的，你如果只是去上个厕所，你是去不了的。对，必须要输密码，买那个他的东西以后，他那小条上给你把密码列出来，然后你去输密码可以进去。对，可能和我们亚洲的文化体验不一样吧。就是说，其实要说西班牙那边就是太热了，就是现在去的话，西班牙太热了。但是有人说我怎么那么喜欢，说泰国也很热啊，但是泰国有无数的那种商业体，它都连在一起，你可以逛商场啊什么的，在商场里边特别的舒服。我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泰国的原因就是在于此嘛，你不需要在外边老是在外边晒着，对吧？而这边的人他喜欢晒着，喜欢晒太阳，跟我们亚洲人的那种习惯还不太一样，审美不一样。而且他们这里以黑为美啊。对，我就晒不了太阳，有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好多人没有一个人举着伞，对，像烤肠一样躺在外面，对，是，对，烧烤一样。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生活吧。就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西方人的这种生活的情况下，对，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去适应。而且说到这个生活也挺无聊的，可能又得有人批判我说你不懂西方人的娱乐方式。其实西方人的娱乐方式才多种多样呢，看歌剧、看话剧，是吧？还可以去酒吧里蹦迪、去健身，是吧？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喜欢安静，有的时候，我喜欢静静的一个人，有的时候。然后呢，像那种健身还好，现在慢慢亚洲也普及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那种就是歌剧啊、电影啊这些的，我觉得我很少去看。我对那种艺术的，哎呀，你说歌剧这种呢，它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并不是大众都能够理解的。在欧洲也一样，其实能够理解歌剧的人非常少。反正我的朋友圈当中没有一个人喜欢看的，而且我来这里已经31年了啊。所以这种东西并不是说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那样。他们啊，欧洲人，我来说吧，就是他们喜欢度假，就是去海边晒太阳，然后呢游泳，对，然后吃喝，就这样。然后晚上听说德国是极其单调无聊的，就是没有夜市，是吧？没有，当然没有啊。我喜欢逛夜市，我喜欢去那种大排档的。那你适合到中国南方去啊。那边夜市可多了，广西那边。我去广西南宁，我感觉特别好，给我就是我个人的情绪价值很高，在那个地方。我来到这儿以后，因为我没有家庭，我是一个人，对吧？而我看到很多西方人，他们很注重家庭，他们周末是陪着家人在一起玩，而我一个人出来，就我一个人的话，我会感觉有一些就是孤单吧，有那种感觉。什么东西都是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是的，我觉得这种生活可能对于我来讲，我现在目前来讲还没有完全适应。对，没有给我足够的情绪价值，我只能说它不适合我，可能这种生活。是。